男嘉宾王先生32岁，来自吉林销售；女嘉宾邹女士28岁，来自黑龙江，服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15年结的婚是吧？对，15年结的婚。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我们两个是10年认识的。哦，认识了5年以后结的婚是吧？哪年离的婚？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感觉特别好，他也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他的，就是处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就打算结婚了。但是我有一点就是先天性的妇科病，就是不能生我儿子。然后我就先跟他说，我说我不能瞒你，反正我这就是我有点病，要是能治好的话，咱们两个就结婚；要是真治不好的话，那我不能耽误你。毕竟你这一个男人连个儿子都没有，就感觉好像这个女人对不起他吧。你这个太狭隘了，太狭隘了。所以我想的就是挺多的。然后但是我们两个5年，就是我连治了5年病，然后就到15年。我怀孕了啊，我们两个立马就登记结婚啊，就是12月我儿子就出生了嘛，就是对他的这个情感还是比较深的啊，对，因为离婚挺冲动的嘛，那个时候。所以大家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很有意思啊，一开始都会为别人想，女生迟迟未嫁，拖到5年才嫁，是因为说我有可能不能给你生孩子，对，所以我不愿意嫁给你，直到我能生了，所以我才嫁给你，这是女生对吧？对。因此才有了男生生意一做失败，男生就说了，我不能拖累你，所以我要离开你。对，我以前我没赔钱之前，我做了一个烟酒店嘛，我俩一起经营。然后烟酒店虽然说当时做的时候很小，但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我也攒了几十万块钱，当时就是心血一澎湃，正好赶上她怀孕。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你不能说得看眼前的这一点点的利益，你要做点大事情，赚更多的钱。哦，坏了。然后正好就赶上她怀孕，我说那就做吧，我就把烟酒店关了。关了之后就跟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木材生意。哦。但是可能说受大环境啊，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方面，赔了。就是把我烟酒店的钱都以前挣的也折进去了。对，折进去了，又从亲戚朋友借了挺多钱嘛，借了大概有30多万吧。哦，但离婚之后其实并没有真的分开，是吧？对，我们就去了常州打工了啊。对。去常州怎么样啊？去常州1年半，我感觉还可以。可以。对啊，我现在的结婚也还了大概1半了。可以啊。对，他就是30多万的计划还了1半了，很厉害啊这个。其实主持人，如果要是不来到常州，我们两个可能还真就复婚了。哦。但是来到常州以后，这1年半，他的脾气、秉性、性格，就是脾气越来越暴躁。哦。
然后性格越来越不好，就是导致我就他总说我脾气啊暴躁了，怎么样，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我感觉我没有变化，但唯一变化的只不过就是我心里面压力比较大了，我自己内心比以前要敏感一些啊。但是我主体我还是没有太大变化。好好听听你的前妻说说啊，她有哪些变化？她总是说借着啊我压力大怎么样，那你说她压力大。那你说我既然是离婚了，我都能承受跟你一起去常州一起跟你拼搏，一起打工，我总想替他分担但是没想到的是，到了常州以后，他就是每天就情绪特别不好。然后就是最让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上一个月我儿子因为肺炎在长春住院了。然后我就特想回家看我儿子，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回家他就是不让我回家看孩子。其实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孩子有病了，我妈给我打电话嘛，说孩子肺炎要住院。我说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妈说大概得8000块钱。当时我俩手里没有，我跟同事朋友什么借的，我把钱汇给我妈了。住院第1天，我妈说的孩子就已经有好转了，治疗效果还非常好，她非得要回家。从常州到东北的话，路费来回的话，一个人大概需要2000，而且他还要需要请好几天假，里外一加又好几千，再加上我借的又1万大多，对吧？然后当时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小孩有点病是很正常的，而且我妈看着自己的孙子，这是很正常点事吗？回没回啊？后来回长春了。不都回了吗？孩子病好没好啊？但是他回去之后他没回来呀。我回家，他不让我回，我就生气，我这心里太难受了。回没回？告诉我。回去了。回了。我给孩子抱回我家了。为啥抱回你家呀？他们不让我看孩子，不让我回家，那我就直接把孩子抱我家，我就不跟你过了，不行吗？当时我不让他回去，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当时跟他说的很好，我说孩子有好转了，把你回家这个钱，到时候孩子病好了之后给我妈汇过去，让我妈领着孩子到常州来，咱们能见到孩子，而且还不耽误咱们的工作。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妈一直帮我们看孩子嘛，带孩子，我妈也挺累的。我说正好借着这机会，还能到南方来旅游，带我妈散散心，一举两得的事儿。你这是理性考虑，他那感性。可是主持人，他这个人就不只是单一的这一件事儿，他之前就是从来也不喜欢喝酒，但是自从去了常州以后，这1年半几次就是喝酒喝的大醉，一夜都喝晕了，就是手机就连丢了3。你说他得喝成什么样？我是特担心他，但是我每次跟他说，我说老公咱别喝酒了，对身体也不好，我还担心你。然后我打电话，我说你就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行了，挂了吧，我这有事儿呢。明白了，就挂了。爱喝酒了，爱喝酒，他脾气也不好呀。往往是我关心他，我说老公你怎么样呢？他都是。哎呀，行了，你可别磨叽了，我这不愿意听你这些话，你这是磨叽的啥？我们2个同事下班以后，我说老公，你看看咱们2个就是把屋子打扫一下，你扫扫地，我把饭做了啊。他就是敷衍了事，就简简单单就划了2下，把笤帚往那一扔。我不是说敷衍了事，我们到常州租那个房子，因为我们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工作去，然后到这个家里面就是睡一觉，然后起来了又工作。没有必要说得天天去打扫。然后我就说，那你不打扫，我打扫也行。我这边打扫着，他就说啊，你收拾那屋子有什么用？你也不当钱花。不是主持人，我就认为作为一个女人，我得不到丈夫的安慰。前段时间我说我想买个洗衣机，就因为一个1000块钱洗衣机，他把我就是说的我就能就是差不多哭了1夜。我不是说不让他买洗衣机，关键我们在那块工作，第一不是很稳定，肯定要换工作，而且。有一天我们也要回到我们东北老家，你说1000多块钱的洗衣机，对于咱俩来说，1000多块钱是什么概念？1000多块钱是1个月的现在的生活费，你到时候又拿不走。那你说1000块钱在你眼里是多？到别的地方了，那你是不是又要把这个扔掉？那我这1年半，我问你，我买过1件新衣服吗？那我没让你买过。1年半，我跟你吃这些苦，我连1件新衣服都没买过。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当时让你买衣服，你说不买。明白。主任，你想想。你的关注点不在于钱，你的关注点在于老公疼不疼我。对。他的关注点在于说，这个钱我能用来做更需要我去做的事儿。他把这1000块钱洗衣机看得特别重啊。那你说1000块钱你看得重，那你呢？我们2个还了1年半的钱。
再有个1年半，我们两个这就是欠的这钱也就还完了。挺厉害的，挺棒的。但是他，因为我买洗衣机，就把这钱的就是大权就拿走了。他就竟然就是背着我，长春朋友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就说啊，那个我在长春这边有一个活儿，就是说有一个宾馆需要这个电工的活儿，然后往外承包。然后他就特冲动，他就把这活儿就包了。我以前我做过电工嘛，当时跟我说的挺好的，我感觉翻身的机会来了。当时投资4万块钱的话，1个月我回报10万块钱。他就是背着我，从我们老板手里面就偷偷把这4万块钱借出来，我根本就不知情，就把这个钱就给的朋友转过去了。那你说你之前就是你都已经赔了。赔了也就过去了，结局呢？但是你还是说往里面就是人家一个电话，结局就赔了，赔没了吗？人家老板不给他钱，他就得给人打工资，给人家往里面垫钱。因为工人也不容易，他们都是农民工，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他们也有家，也有孩子。当时我用他们干活，人家把活给干了，我是不是给？我没钱是我的问题，那你我得弄钱给工资给人家。所以我就跟老板借了。这个就算应收账款，还没收上来，对吧？不，但主持人，我说这些事儿，我就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你投资，他完全没告诉我。我问您几个问题，我就感觉不尊重我。这个你们又一起到的常州是吧？对。那为什么没复婚呢？就是因为他一点一点，让我这心太凉了。啊，现在你带着孩子在黑龙江住，对吧？那你今天来我们这儿干嘛呀？其实我这憋了1年多的苦，我就是感觉没有地方，就是我从来跟他正面说话的话，他不会去理会我。我就是跟他说，我说老公我胃难受，然后他就一句话，那你上医院呀，我也不是大夫，你跟我说有啥用啊？你说我干嘛了我也是想得到更多的温暖。好，明白了，该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其实生活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笑颜如花的，它也有很狰狞的样子。生意失败，欠债，家庭生活琐碎而不幸福，整个的离婚，后来又在一起，到现在带着孩子回黑龙江。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我非常理解你的太太，我可以跟你一起吃苦，一起受罪，一起还债，一起去奋斗打工赚钱都可以，但是我生活要有希望。你酗酒，他对爱人失去了希望。我把那个很简单的小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让我打扫，那是我对生活的希望。它再破，也是我每天要躺在那儿生活过日子的地方。1000块钱买一个洗衣机，我已经1年多没有买衣服了，我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还有最后，你自己做主，再一次投资失败。他说我们只要再努力1年半，我们所有的债务就还完了。那是对未来的希望。他看不到1年半的时间，2年半的时间，还是更多的时间，我总得有个日子吧。所以他才选择再次离开。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挽回这样的一段婚姻和感情，您必须做出调整。不管日子再怎么艰难，都要表达和表现爱。压力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化解和处理，才是您应该有的能力。祝你们幸福。我很钦佩你们，你们身上我看到人性的光辉，我说的是真的。就你在你老公生意失败的时候，离不离婚这个事情两说啊，这不重要。其实因为你还是陪他一起去打工去还钱，就是还是在一起嘛，根本没有想过任何跟他要分手要离开，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他也是，其实他也是。你看，第一个他没赖账，第二个，人家欠他钱的时候他没欠下面工人钱，就到这种程度，我们还能够做到，我欠人的钱我1分不差的要去还，人家欠我的钱，但我绝对不拖欠别人的钱，所以我特别佩服你们，我希望你们能走下去。所以我想分析一下，就您丈夫的心理成因。
您丈夫为什么在这段时间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想告诉你这个事儿，他其实是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导致了动作的变形，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进入正常的生活。他陪在你身边，他帮你还钱。其实我相信你觉得欠他的、欠孩子的、欠你爹妈的、欠很多人，看着孩子一天天大起来，你的钱还没有还上，我相信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对，这些巨大的压力使得你不再关心周围的一切。刚才左阳老师说了，你不关心生活了，你不关心爱人了，你甚至连孩子都不关心了。他对孩子很好。我知道他对孩子很好，但是在生病的时候他会考虑钱这件事情。对，这个事情是你的动作，你的动作在变形了。我个人认为你的内心的力量没有那么强大，或者说你的内心崩溃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我真心实意的给你的建议，不要再提翻身这件事情。我这么跟你讲吧，其实我记了几笔啊，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叫能力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你赚钱也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技能没有发生一个本质的飞跃性的变化，那么你赚钱的速度这件事情是不会有飞跃性的变化。所以你不可能一夜暴富，一夜暴富太难了。翻身这件事情导致了你的心态的失衡，你觉得我可以突然之间赚到好多好多钱，但是你的能力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你懂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你希望这件事情发生，那么你去一次次压住，然后一次次亏更多的钱，就会成为必然。还有一个就是安分干活、勤劳积累的不是金钱，就是你攒下来的那些东西不是金钱，而是你的技能。就你每天花时间，你可能只是当服务员，但是你的阅历在发生变化，这些才是你的积累。相信时间，相信积累，相信夫妻之间、亲人之间，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那件貂买回来，而是你在他的身边。我觉得相信这些事情，可能才是他愿意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真正的原因。谢谢。生活不容易啊，但是日子就是这样要过呀。我觉得我们可以落到生活细节的实处去有转变。首先，先生，酗酒，你还抠那个钱，什么啊？这个儿子生病5000、8000，我们要不要回去路费的钱？
是的，角度不同，谢他是谢。为生活已经完全压在那儿了哈。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在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很仗义的人，他们遵守承诺，帮助别人。就像刚才大家所说的，他不拖欠别人工资，再苦再难咱不欠账。但是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没有所谓的仗义。为什么呢？如果说在婚姻当中有人很高尚，事儿做得特别好，特别为对方着想，但如果是真心相爱，你再怎么做的高尚，始终会被对方所牵挂。他说他不想拖累你们母子俩，执意要跟你离婚。事实上到了后来，他依然是跟你在一起，你一直在支撑着他的事业嘛。所以咱在婚姻当中，咱们就做一个凡夫俗子，谁也别说我不拖累你，你也不拖累我那种话。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男人和平常的女人在一起，同甘共苦。你为我着想，我为你着想。就像你现在甭想着什么是不是会拖累他，是不是我要挣多少钱，给他们怎么样的生活。他其实现在要的可能就是一台洗衣机，可能就是此时此刻你对他的态度，你做好这个就可以了。而对于你来说，你也别总想着把这个男人的自尊给维护好，把自己的男人能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他就是个凡夫俗子，他所需要的就是你对于他的支撑。无论是当年做小卖部，乃至于到常州去打工，真正在经营能力上和工作能力上，你是比他要强的，你也不得不承认吧？其实一直以来他是你的精神支撑吧？对，所以咱就别撑着了，在这方面咱不如老婆就听老婆的，明不明白？该回家就回家，好不好？患难夫妻不容易，好好过，就这样。给你请一人来，好不好？来，我们有请啊。妈，这谁啊？你下去接的？我妈妈。哦，婆婆嘛，不就是？儿媳妇好不好啊？好，啊确实好。我这儿媳妇儿，从哪跟我儿子处对象，就是认识到结婚吧，跟我都没红过脸，一次都没跟我就是吵过架，不单这个，而且他还挺孝顺啊，特别孝顺。我爱人那时候有病，住院，他就是说当姑娘的甚至都做不到，照顾公公很好。对对，这个孩子吧，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任何的人，如果我儿子今天要不把他领回去，就是他任何人都代替不了我这儿媳妇儿。哦，明白了。婆婆今天来就是希望儿媳妇早点回去，是吧？希望她跟我回去。哎，谢谢您来，谢谢您来的表态啊，回吧。谢谢啊。我回去了哦，跟妈妈回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给我孙子一个完整的家。回去。哎，看到这对夫妻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是有一个最朴素的一个倾向性的。从我的角度看，我就觉得这夫妻两口子该受的磨难都受了，未来可能还有，但是如果吸取了现在的教训，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变得特别顺利。所以曙光就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咬牙坚持一下呢？来，接下来进入。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让你伤心的事情，但经过这一次，我自己也反省一下。但我还是希望你相信我，咱俩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我受多少苦，受多少累，我都无所谓，我都能忍。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对你关心少一些，但是我会找回原来的我，会越来越好。我认为你变不回去。我想要的只是，就是平常一个平常女人的那种
跟丈夫在一起的那种生活，多少钱多少债务，对于我来讲都无所谓，我还能挣。好，时间到，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请开门。就在一起，谁让我们相遇？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我们见证水玉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来，拿着，好好的啊！祝你们开心啊，加油，请回，谢谢。